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就能让整个币圈发生地震？为什么 CPI、PPI、非农这些听起来很遥远的数据，却总能精准地搅动你的钱包？今天我们就用一个视频把这些问题彻底讲明白。准备好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好，咱们先来聊聊那些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金融数据。其实它们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。你可以把整个经济想成一辆正在行驶的大汽车，这些数据就是汽车仪表盘上的读数，告诉我们车速是快还是慢，发动机是不是过热了，或者是不是快没油了。对加密市场，你只需要盯着3个关键的仪表读数。第一个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PI。这名字听着复杂，其实就是通货膨胀。它衡量的是我们普通人日常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，比如买菜、加油、房租等等。如果 CPI 很高，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很厉害，钱越来越不值钱了。高通膨对加密货币来说是把双刃剑。一方面，有些人会把比特币当作数字黄金买入来对抗膨胀瓦值，但另一方面，高通胀会让美联储感到紧张，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，把市场上的钱收回去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加息。这样像加密货币这种风险较高的资产就可能会下跌。那大家怎么看呢？在 CPI 数据公布前，所有金融机构和经济学家都会给出一个预测值，而真正引爆市场的是公布值和预测值之间的差距。公布值大于预测值叫做超预期，说明通胀比大家想的还要严重，这通常是大利空，因为市场会担心美联储要加息来控制通胀。公布值小于预测值叫做不及预期，说明通胀控制的不错，这通常是大利好，市场会预期美联储可能会放松政策，比如降息或者暂停加息。公布值约等于预测值叫做符合预期，市场反应会相对平淡，因为这个消息已经被提前消化了。第二个叫做生产者物价指数，简称 PPI， 这个和 CPI 很像，但它衡量的不是我们买东西的价格，而是生产厂家，也就是工厂采购原材料的价格。你可以把 PPI 看作是 CPI 的预告片。你想啊，如果工厂造东西的成本都高了，那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我们的时候，价格是不是也跟着涨呢？所以当你看到 PPI 数据上涨时，这通常就预示着我们消费者面临的通胀压力可能很快就要来了。PPI 和 CPI 一样，市场最关心的是公布值和预测值的差距。公布值大于预测值是超预期，这是个强烈的通胀预警信号，说明生产端的成本压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。这对市场来说是大利空，因为它大大增加了未来 CPI 上涨和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。公布值小于预测值是不及预期，这是个好消息，生产成本得到控制，这对市场来说是大利好，缓解了市场对未来的通胀和加息的担忧。第三个是非农就业数据，简称 NFP， 这是美联储调整利率政策时最看重的成绩单之一。它很简单理解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非农业的就业数据。在非农里，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失业率数据。低失业率通常意味着经济形势一片大好，大家都有工作有钱花，自然也就有闲钱可能投入到加密货币这样的市场里。反之，如果失业率很高的话，就说明经济可能在走下坡路，大家都会捂紧自己的钱包，投资者也会变得更谨慎，不太敢买入风险高的资产。失业率过低，如低于 4%， 听起来是好事，但可能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过热，企业为了抢人不得不大幅提高工资，这会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，可能会逼迫美联储加息来踩刹车，这会沉重打击股市和币市这类风险资产。失业率过高，如高于 5%， 这是个明确的危险信号，说明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，大家没钱消费，经济活动萎缩，可能预示着经济衰退。加密货币市场可能会受益，因为市场会立刻预期美联储将采取降息等宽松政策来救市，市场上的钱会变多。聊完数据，我们再来聊聊那个能呼风唤雨的机构——美联储。美联储到底是怎么影响市场的呢？你就把它想象成我们刚才说的那辆经济大汽车的司机，它的核心任务就是保持车速平稳，既不能太快导致发动机过热，也就是高通胀，也不能太慢导致熄火，也就是经济衰退。
他手上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利率。加息就好比踩刹车，让大家贷款的成本变高，公司和个人借钱的意愿就降低了，花钱就会变少，从而给过热的经济降温，控制通胀。降息就好比踩油门，让贷款更便宜，鼓励大家去借钱投资、去消费、去刺激经济增长。那我们怎么才能猜到美联储下一步要干嘛呢？其实他们会给我们很多的线索。美联储有一个公开的目标，就是把年通胀率控制在2%左右。如果通胀率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CPI 持续高于2%，那美联储就会不断的吹风，最终采取加息行动。当你们听到新闻里说美联储的官员讲话很鹰派，或者说要紧缩时，指的就是加息。这通常对加密市场不是个好消息。反之，如果通胀率低于2%，或者经济很疲软，或者失业率很高，美联储就会考虑降息。当你听到他们讲话很鸽派或者宽松时，指的就是要降息。这通常对加密市场来说是个大利好，因为市场上的钱会变多，大家更愿意去冒险投资。美联储每年有8次固定的会议来决定利息，你一定要关注会后的声明和主席的发布会，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隐藏着未来的政策走向。聊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人问，你说了这么多，那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进场和出场呢？是在这些数据公布出来的第一时间吗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只能简单的讲2句。大家都知道，在投资市场里是没有什么100%确定的事情的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益最大化和及时止损。所以进场点和出场点这种东西呢，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的，我只能给大家一个参考，就是我会在什么时候入场和出场。通常我会在美联储宣布降息前的1-2个月左右，找一个低点埋伏进场。出场呢，会是在宣布降息的1个星期后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仅做参考，不做投资建议。最后，我们再把格局打开一点，聊聊华盛顿那些大佬们是如何影响币圈的。你需要关注美国的这4个权力系统。第一个，行政部门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总统和白宫。总统的态度能为整个加密货币监管定下基调。比如，总管可以签署一个行政令，要求整个政府协同起来研究怎么监管数字资产。一个对加密货币友好的总统，能给市场带来积极的情绪。这将是川普上台后签署的一系列关于加密货币的法案，推动了现在加密市场的欣欣向荣。反之，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总统，则会制造很多不确定性。总统大选的结果，往往也预示着未来几年加密政策的巨大变化。第二个是立法部门，就是我们熟知的国会。它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，是制定法律的地方。美国国会一直讨论了好几个可能彻底改变加密行业的法案，比如关于本能币如何监管的法案，或者如何明确界定一个加密货币到底是证券还是商品的法案。一部清晰合理的法律可以为加密市场引入大量的传统机构资金，反之，一部严苛的法律则可能扼杀创新。第三个是司法部门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院。法院的角色解释现有的法律，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 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瑞波公司的官司。法院最终判决瑞波币 XRP 在某些情况下不属于证券。这个判决直接引爆了市场，因为它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清晰度。这些判例会成为未来影响整个币圈的标杆。第4部门，美联储。我们前面已经聊了很多美联储，但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非常重要。虽然它名义上是政府的一部分，但它在做决策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。它对利率和货币政策的决定，对币价的冲击，往往比一部新法律或一个法院判决来得更直接、更猛烈。好了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。从金融数据到美联储，再到进出场时机，以及美国的权力游戏，内容可能有点多，但只要把它们拆解成这5个核心部分，你就已经超越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投资者了。记住，关键的是保持学习，但不要被信息淹没。你不需要在第一天就成为专家，从现在开始，试着去关注那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发布，听听美联储主席在讲什么，再结合图表的总体趋势来做判断。投资加密货币是一场漫长的旅程，就像任何旅行一样，有一份地图和一枚指南针，会让你的旅途顺畅得多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记得给我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
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的精彩内容了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力的回复大家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